突發災難中的無聲逆行，徐凱與譚松韻凌晨現身香港，知為火災受難者。在娛樂工業高度發達，明星行蹤被無數鏡頭追逐的時代，人們早已習慣名人與鎂光燈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。然而，48小時前發生在香港九龍某住宅大樓的致命火災，卻意外揭開了兩位中國當紅演員的另一面，一個他們刻意隱藏多年從未示人的真實身份。3點凌晨的香港國際機場，燈光依舊通明，卻比平時多了幾分詭異的靜謐。一對戴着口罩、壓低帽檐的身影悄然出現，他們沒有隨行助理，沒有保鏢，沒有宣傳團隊，甚至沒有行李箱，只有誠實的背包和匆匆步伐。然而即使如此低調，仍有人在他們匆匆穿越到達大廳時認出了他們，徐凱與譚松韻，兩位擁有億萬流量的年輕演員。當時無人理解，為何這兩位娛樂圈一線明星會在深夜突然出現在香港？為何他們不願回應任何問題？而真正的答案，在12小時後逐漸浮出水面，震撼了輿論，也顛覆了大眾長期以來對他們的所有認知。消息證實，徐凱與譚松韻此行的目的並非私人旅行，也不是拍攝工作，他們是為了直接參與火災救援行動。就在他們抵達香港前2天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吞噬了位於九龍區一棟30層高的住宅大樓。大樓因長期存在安全隱患、單位過度分隔、消防設備老舊等問題，在火勢蔓延的短短數分鐘內就變成了一座巨型火柱。烈焰肆虐近6小時後才被勉強控制，整棟大樓幾層已成焦黑殘殼，數百居民失去家園，數十人傷勢嚴重，甚至有家庭被永遠撕裂。就在這樣的悲劇發生之後，徐凱身在上海，譚松韻身在北京。他們在凌晨得知火情後，只用了不到1小時便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決定，立刻前往香港災區參與實際救援工作，不是慰問，不是拍照宣傳，而是親身參與搜救、醫療、心理安撫等一線工作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他們竟然擁有正式的緊急救援培訓認證，並攜帶了只有專業救援人員才會使用的裝備。這一切讓公眾開始重新思考：我們真的了解他們嗎？根據救援組織匿名志願者的說法，2位演員在清晨6點左右出現在志願者登記點時，態度沉穩，流程熟練。他們出示的不是普通志願者報名表，而是正規機構頒發、帶有專業課程編號的急救與災難響應認證。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，他們攜帶的裝備包括專業級頭盔與護目鏡、可折疊式結構搜索工具、醫療包、繃帶、止血帶、防護手套、輕量化呼吸過濾裝置。這些並非普通應急物資，而是專業領域才會使用、需要接受訓練才能操作的裝備。隨着網絡福爾摩斯開始深挖資料，一些被忽略的舊採訪片段、社交媒體動態暴露出蛛絲馬跡。他們偶爾提到過對公益、救援、心理學的興趣，卻從未進一步解釋。而今看來，這些不起眼的線索已成為他們秘密訓練多年的證據。然而最大的問題仍未解答：一個演員靠拍戲、通告、代言就已日程爆滿，他們究竟何時、為何接受如此系統、艱苦的訓練？有網友猜測，他們可能多年來匿名參與公益救援組織，有親身經歷災難或家庭創傷，促使他們學習救援技能，私下通過嚴格課程獲得認證，同時刻意避免媒體關注。無論真相如何，可以確定的是，他們並非臨時起意，而是做好了長期準備。當第一批來自志願者的影像流出時，網絡瞬間沸騰。這不是我們熟悉的紅毯明星，而是2個滿身灰燼的普通救援者。徐凱在崩塌邊緣救出幸存者，畫面中他戴着頭盔，
口罩，手臂上沾滿煙灰。他與消防員、結構工程師並肩爬過傾斜的樓板，在隨時可能坍塌的框架中探查生還者。最令人淚目的記錄是，他協助救出一位被困超過30小時的幸存者。這種任務需要對建築結構有基本判斷，了解坍塌風險，能夠在狹小、黑暗、缺氧的環境中保持冷靜。這些並非演員能夠憑借意志力即興完成。某位參與搜救的專業人員說：“如果不是受過訓練的人，我們根本不會讓他進入危險區域。”譚松韻在臨時醫療區安撫受驚兒童。另一段視頻中，他正抱着一位失去家人的孩子，孩子因驚嚇而呆滯，他輕聲安慰，一邊檢查孩子的生命跡象，一邊協調醫療人員為其進行後續處理。多張照片顯示他整夜未休，在臨時醫療帳篷裡協助包紮傷口、分發基礎藥品，為情緒崩潰的家屬提供心理支持，幫忙登記受災居民的緊急需求。有志願者說，他在幫助一位母親尋找遺物時哭到顫抖，卻仍陪着家屬整理焦黑的碎片。這並非明星慰問，而是真實、沉痛、赤裸的人性互動。現場志願者透露，那些最讓人動容的時刻，並不是他們奮不顧身的畫面，而是他們承受痛苦卻仍繼續前進的過程。徐凱在協助搬運遇難者遺體時情緒崩潰，在角落裡失聲痛哭後，又默默回到隊伍。譚松韻在安撫受災母親時，被對方一把抱住，兩人相擁痛哭。這些鏡頭讓許多網友評論：那一刻，他們不再是明星，而是和我們一樣會痛、會哭，只是仍選擇堅強的人。雙引號，在娛樂圈裡，公益常常與鎂光燈同行。不少明星做公益也是真心善意，但往往帶着團隊、媒體、宣傳安排，形式感濃於實際內容。因此，當大眾看到徐凱與譚松韻無公告、無團隊、無宣傳，甚至刻意隱瞞行程，只為以普通志願者身份參與最危險的一線震撼便變得理所當然。這個事件讓人們開始反思：我們對明星的期待是否太表面？公眾是否忽視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深層價值？社會是否已經習慣於用標籤而非心靈去認識一個人？有人評論說，如果不是這場災難，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，他們竟然早已準備好成為那種在災難中逆行的人。雙引號，從得知火災消息到登機抵港，再到投入救援，他們只用了不足5小時，沒有討論，沒有猶豫，沒有等待安排。這份決斷力讓許多網友感嘆，他們比部分機構的反應還快。雙引號，而在災區，他們拒絕特殊待遇，與志願者同吃同住，工作12小時以上，不允許別人將資源優先分給他們，不讓任何志願者為他們讓位。這種沒有表演、沒有劇本的真實行動，反而讓公眾重新感受到一種久違的力量，純粹的善意、責任感與勇氣。結語：真正的光不需要鎂光燈。徐凱與譚松韻此行的每一個細節，都像電影中的英雄情節，卻又比電影更沉重、更真實。他們沒有宣布自己要去救人，他們沒有帶攝影機記錄善舉，他們沒有讓團隊提前準備稿件，他們甚至希望沒有人認出他們。然而，他們在災難最黑暗的地方點亮了光，而這種光不屬於娛樂圈，也不屬於流量，它屬於人性最溫暖的底色。當更多人得知這件事時，熱議的不只是他們做了什麼，更是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？我們又為何從未真正看見過？或許有些善良與勇氣本就不需要解釋，它只需要在最關鍵的時刻化作最堅定的行動。